其实是一般的在地上的，但是它形成还有一定的影响，你仔细看，还有一定的大家。排气管是做了一个这种4根捏在一起的操作，不像本田是一个斜置的排列。然后前面前叉这根余安的前叉这个地方的镂空还是做的比较多的，刹车盘的镂空面积也是比较大的。整个轻量化确实是做的比较到位的。你要捏到快极限，你感觉要快翻的时候，赶紧冲，不要那么前面这一块水箱的面积非常的巨大，所以说这个车的 ABS 我说了，做的非常极限。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一块的覆盖件是只做到了这个下半部分，上半部分是没有再做覆盖件的，所以说第一视角看过来，它的这个观感是比较空的。前面是2根的这个 LED， 看实车的这个质感还不错，但是看照片会显得略有一点山寨感。所以前面这是看到有一个中央的进气口，然后后视镜这边是有一个集成的转向灯。一般来说，应该要把这个车这边是配有这个护工的，昂克的这个上泵，然后全段可调的。这个减震是哪一家的呢？这个现在不是量产版，这该就是 KYB 的呢？换一个。这该就是 KYB 的呢？这个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装的 KYB 的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还不是最后的嘛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基于那个工程样车，那 ABS 还会不会调整呢？再调吧。刚才我直接都调尾巴了。直接。这边有一个 USB 口，而且还贴心的配备了一个 Type C 的口子，这个还是比较到位的啊。而且这个盖板的质感也做得很好。这边的这个手把开关跟高精的索尔1000是一样的，这边是类似于无极的那一款，这边还有一个 Launch 的按钮，也就是起步控制。整个仪表的延迟和流畅度我觉得非常不错。工厂的工作人员也说，就是这些接缝都还正在调整，这个只是他们最初赶工出来的50台车做体验用的，所以说前面也贴上了有工程样车的推仰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钛齿也还没有安装，对，这个位置是有钛齿的安装位的，它在手把的这个位置。看一下车架的焊工还是很不错啊，这个打磨的痕迹做得非常好。脚踏这一块也是一个助理的部件，这个地方设计非常的小巧，这个位置对它的整车的减重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从后面追到这个便当盒是做的比较大的，毕竟4缸的整个的废气量和这个输出都是比较猛的。后面这是有这个起车钉的，后牙盘的这个镂空也是做的非常的夸张。链条我们注意到也是用到的是真核的一个520X， 后减震是带有气罐的，这边是一个整流器散热，整个车的这个暴露在外面的机械部件还是看得比较省的。这个位置4缸的每个的进气的这一块，注意到准备质量是165千克，443 cc， 上机边盖的这个质感和钢体的质感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，整个铝制的这个感觉和边盖的平整度都是比较到位的。后轮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6伏的一个造型，后牙盘的位置这个螺丝用的颜色好像有点翘啊。整个坐垫的舒适性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后半段会比较薄，前面是比较软的。后座就不用再评价了，这个车的后座分型也不是特别的刚需。那么后面转向灯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类似于机翼的一个造型设计，从上方看上去是稍微有一点厚实的。你直接上。尾灯这边是给了2个 L 型的尾灯，这个尾灯造型，我觉得屁股造型没有前面来的那么精致和小巧。OK， 这个是长按之后出现一个方格旗之后，这个就是有的了。我们等那边的小朋友先过去一下。没对，重新来一次。方格旗好像是要每一次都要按出来才有。
这个弹射的这个逻辑感觉控制的不是特别好，这个它只是帮你锁定了转速，但是你丢掉离合之后的这个转速的衔接，它并没有给你做到比较好。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帮你锁定转速的一个功能，并不是完全让你丢掉这个离合就能够形成的一个操作。马上就要降档了。来听个排气啊。回那个换不了。Young, we were so young when we thought that